都给我滚出去！今天是我姐妹生日，这屋我要定了，你们仨麻溜滚隔壁。陈瑶，别给脸不要脸，真以为我们不敢动你？下一个开谁的瓢？你他妈疯子！我们走！我操，姚姐你太飒了，真社会你姚姐。姚姐，姚姐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！妈的，草率了，早知道拿空瓶装个逼得了。沈总，醒了。你他妈谁啊？这是哪儿？沈清言，别装了，你爸刚死，你接手公司，跟我抢了半年项目，现在跟我装失忆。沈清言，我在出租屋看的霸道总裁的替身娇妻，里面有个女配也叫沈清言，24岁，接手公司后跟对家赵坤斗，最后被堵在烂尾楼里，砍了20多刀，浇水泥埋了。我操！我穿越了，穿成那个被砍死浇水泥的倒霉蛋了。合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你把沈氏旗下那3个项目的开发权转给我，我今天就放你走。我要是不签呢？沈总，这栋楼烂尾3年了，多你一个不碍事。赵老板，你这台词背得挺溜啊，练了多少遍了？让他闭嘴！废物！来，赵老板，你不是要砍我吗？来，走！我操！我他妈真穿越了，真差点被砍死。沈清言，24岁，被赵坤砍死在烂尾楼里。行，老子现在是你了。检测到宿主生命体征异常，灵魂匹配度100%，破产回家系统正在绑定，10%、50%、100%，绑定成功。谁他妈在说话？宿主你好，我是破产回家系统，存在于你的意识中。你因意外穿越至霸道总裁的替身娇妻一书中的女总裁沈清言体内，原主将在1年后被赵坤杀害于烂尾楼。所以，我要是留下来，迟早还会被那个赵坤弄死。正确，你唯一的生路是完成系统任务。什么任务？你说？1年之内将你名下的沈氏集团从10亿估值带到净资产为负，彻底破产。任务完成，送你回到原来的身体。奖励：现金10亿，江景大别墅1套，劳斯莱斯1辆，整条街的商铺。多少？10个亿，还整条街？奖励真实有效，禁止规则：不能直接转钱捐钱，所有花费必须是公司经营行为，不能主动违法犯罪，不能卖公司机密恶意毁约，必须合理败家。合理败家，这不就是我的专业吗？我以前收了钱3天就能造完，10个亿，半年不3个月。惩罚机制：公司估值每涨1亿，你将体验10分钟原书结局痛感，1年未完成任务，直接触发死亡结局。不可能涨，老子还没输过，不就是败家吗？赵坤是吧？水泥是吧？行，老子不走了，老子就留在这个公司里，把赵坤那小子干趴下，再把公司干黄了。到时候10个亿到手，劳斯莱斯开着，我看谁还敢跟老子抢包间。任务已记录。友情提示：你明天下午有一场高管会议，现在你可以先回公司了。沈总，您回来了，我们听见里面有动静。进来吧。沈总，您这是怎么了？这身衣服全是灰，还有血，您到底去哪儿了？电话不接，人也不见，我们差点报警了。沈总，我们找您找了一下午。没事儿，路上遇到几个不开眼的，解决了一下。你们沈总我打架从来没输过。打架？别废话了，明天是不是有高管会议？是，下午2点，各部门汇报下季度预算。好，通知下去，明天谁都不许迟到。明天下午，老子要让这公司变个样。沈清言是吧？从明天开始，这公司姓陈了。这什么破衣服，白不拉几的，跟参加葬礼似的。
还有这头发，黑不溜秋，一点都不精神。走，去商场买东西。沈总，下午还有高管会，您忘了吗？会个屁！我现在这个样子，怎么当你们老大？小姐您好，想做什么发型？染最亮的芭比粉，烫一直烫，越炸越好，跟小狮子似的。啊呜！小姐，您皮肤白，染个茶棕色更显气质。让你染就染，哪那么多废话？我就要最粉最炸的，钱不是问题，染不好我砸你店。不错，这才有老大的样子。哎，那链子还有表拿来我看看。小姐，您看这款，包了。刷卡。沈总，这双鞋48万。48万怎么了？买。沈总，这一圈下来快200万了。这才哪儿到哪儿？走，再拎2个包，今天必须花够500万。把你们店最亮、logo 最大、最闪的衣服全给我插下来，什么验插什么。小姐，您看这些怎么样？不错，这件绿的，那件亮片的，还有那条红裤子都拿上。是。不错，这才叫衣服。以前的衣服什么玩意儿，跟校服似的。这些都包起来，再给我拿10件同款、不同颜色的，我要换着穿。小姐，一共328万。刷，从公司账上走。王总，沈总这是不是受刺激了？这穿的也太……你懂什么？沈总这是深入年轻人市场，体验年轻人审美。荧光色、大 logo、金链子，全是年轻人最喜欢的。他这是为了公司做年轻化品牌调研，高，实在是高。走，回公司开会。我倒要看看，是我败家快，还是他们赚钱快。沈总为了公司不惜自毁形象，穿成这样，我要是再不干好，都对不起他这份心。照这么花，1个月就造完，到时候带着10个亿回去当大姐大，老子要买10条这样的金链子轮着戴。都到了啊，挺好。这是沈总？都看什么看？沈总这是体验年轻人文化，为公司做调研。我问你，咱们公司员工1个月开多少钱？平均5000。沈董去世前说要再降5%，降本增效。降个屁！开5000块钱还好意思让人家给你干活？我以前让人帮忙抢包间位置，都给人发500块辛苦费，你们就给人开5000？沈总，您的意思是要涨工资？涨！从这个月开始，所有人工资，不管是前台还是保洁，全部翻3倍。原来开5000的，现在开15000；原来开1万的，开3万。沈总使不得，1200人，工资翻3倍，1个月光工资就得发7000多万。是啊，沈总，人力成本占比太高，公司撑不过3个月的，而且涨上去容易，降下来难，到时候员工肯定闹。算上社保公积金，1个月人力成本8200万，咱们这个月营收才6000万。沈总，这是不是太冒进了？咱们下个月还有3个大项目要上，钱都发工资了，项目没钱做怎么办？项目做不成就不做，钱没了可以再赚。我不能亏待跟着我混的兄弟。还有，取消996，改成上3休4，周3周5不上班，到点就走，最后锁门的扣工资。沈总，下个月3个大项目上线，上3休4根本做不完，到时候违约是要赔违约金的。赔就赔，违约金从我账上扣。沈总，这3份合同违约金加起来……还有，公司食堂免费，
早中晚3顿，顿顿要有肉有海鲜，下午茶、奶茶、咖啡不限量，免费？对，免费。还有健身卡、电影票，每个月都要发。沈总，这覆盖全员的话，我说的就是全员。另外，租房的员工公司补1半房租，干满1年的送苹果手机，干满3年的送大金镯子。沈总，光这些1个月要亏1个多亿，账上钱撑不过2月。我心里有数，现在投票，同意的举手。怎么？我说话不好使？你们是公司老大还是我是公司老大？今天这字儿我签定了，谁不同意，现在卷铺盖滚蛋！我同意沈总的决定。沈总高瞻远瞩，这是为公司长远发展布局。这就对了吗？周秘书，通知现在就发，今天执行。对了，给我办公室整个电竞椅，再来个冰箱塞满可乐冰棒，这破皮椅子坐得我腰疼。好的，沈总。完了，沈总这是刚接手公司就开始瞎造，你看他穿的那身，跟个精神小妹儿似的。昨天还高定女总裁呢，今天就荧光绿大金链了。我看公司撑不过3个月，赶紧找下家吧。我认识几个猎头，推你。行。沈总，高啊，实在是高。啊？您这是千金买马骨啊！现在全行业都在996，您直接3倍工资上3休4，别的公司人才还不得挤破头往咱这儿跑？打住打住，你先别给我戴高帽，我就是不想让人加班而已。还有您今天这身穿搭，荧光绿配大红裤，粉头发搭大金链，这摆明了告诉年轻人咱们公司年轻开放。我就是觉得这衣服好看，这比花几个亿打广告都管用。沈总，您这布局高，实在是高。您不用解释，我懂，我这就去盯着他们发通知。不是，我就是想穿个好看衣服，给员工涨点工资，败个家。这老头怎么脑补出这么多东西？提醒宿主，败家政策已下发，预祝你早日破产。你等着，2月我肯定回去提我的劳斯莱斯，到时候我就穿这身开劳斯莱斯去喝酒，看谁还敢跟我抢包间。等我回去，先把以前抢我包间那3个黄毛揍一顿，再雇一群保镖，我就在街上横着走。沈总，好消息，天大的好消息！什么好消息？公司破产了？您看这一周的业绩报表，咱们这周营收比上个月整个月还高，算下来这个月能赚2个亿。个十百千万10万百万千万2个亿，你他妈算错了吧？我给他们发3倍工资，还上3休4，怎么还赚2个亿？你们是不是作假账哄我？真的，沈总，本来6点下班，现在所有人主动加班，赶都赶不走。都说从来没遇见过您这么好的老板，公司要是黄了，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工作了。现在行业里都知道咱们3倍工资上3休4，这一周收了3000多份简历，全是行业里的精英骨干，还有好几个大项目主动找咱们合作，说就信得过您这样仗义的老板。沈总，我就说您这招高吧，您看这才1周，离职率直接降到0。对，以前天天有人辞职，现在1个走的都没有，大家都抢着干活。技术部把下个月要上的项目1周就做完了。等会儿，我让他们到点就走，他们怎么还加班呢？大家都是自愿的，说您这么仗义，他们不能对不起您。对了，我把您这高福利政策写成商业案例发给行业媒体了。你发给谁了？现在都上热搜了，您看，大家都叫您中国好老板。检测到宿主公司估值上涨2亿，当前估值12亿，现在发放奖励，10分钟原书结局痛感体验，祝您体验愉快。等会儿。沈总，您怎么了？快叫医生！打120。别叫医生，我没事。
您就是太拼了，这一周天天公司的事儿都累成这样了，还硬撑。我天天6点下班逛商场，我拼个屁！你看看咱们沈总为了公司疼成这样还硬扛，这是什么精神？这就是江湖义气啊，不，企业家精神。王哥说的对，沈总您放心，我们肯定好好干，绝对不辜负您。沈总，快喝点水补补，以后可不能这么拼了。我问你们，咱们现在账上有多少钱？回沈总，算上刚到的项目款，账上2个亿8千。多少？我上周刚把8000万发出去，怎么还多了2个亿？你们是印钱的吗？都是您领导有方啊！按这个势头，年底估值翻一番，咱们就是行业老大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别人败家能把公司败黄，我败家越赚越多？沈总，您是不是又在想下一步布局？您说，我记着。不行，这点挫折不算事儿，肯定是我败家的力度不够。下次玩个大的，我就不信我还能赚。加油哦，宿主，我看好你。死系统，敢阴阳老子，早晚砸了你！妈的，2个亿！这钱是大风刮来的！我让他们摸鱼，他们倒好，主动加班，是不是有病？这都是您领导咬方啊，大家都念着您的好呢。念个屁！对了，沈总，知道您不爱露脸，媒体采访和综艺邀约我都给您推了。算你识相，老子才不上什么破综艺，有那时间不如去逛商场买包。对了，各部门报的项目申请呢，都给我拿过来，今天我亲自批。以前项目都是王总批的，您要亲自看。废话，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我是老大，钱怎么花我说了算，快去，晚了扣你工资。这个月所有部门报的项目一共37个。哟，运营部要给用户发100元优惠券，预算5000万，发100块也太抠了，怎么败得完？改，发200的，无门槛，随便用。行政部员工季度福利预算50万，50万能干什么？买个包都不够。改，每人发最新款苹果手机加电脑，干满3年送大金镯子还是太晚了，得改成干满半年。半年那得有1000多人，手机、电脑加金镯子，预算2000万，就这么写。品牌部做公司周边玩偶，预算10万，10万块做布娃娃也太小气了。改，做纯金小徽章10克1个，每个员工发1，预算5000万，这玩意儿带出去，谁不说公司牛逼？给山区小学捐1万套问具，预算200万，捐问具那能花几个钱？改，捐疗学楼1栋不够，先捐10所，1所1栋，预算1个亿，1个亿加2000万加5000万加1个亿，拢共4个亿。账上的钱造得干干净净，还预支了下个月的营收。这波下去，我看公司拿什么活？等钱花完，我就回家开我的劳斯莱斯，完美。沈总，沈总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公司干不下去了？沈总，我活了50多年，从来没见过这么高的招啊！发200无门槛优惠券，这是拉新啊！用户领了券，肯定在咱平台买东西，回头客至少翻3倍。给员工发手机、发金镯子，这是收人心啊！以后谁还好意思走？做纯金徽章，这是荣誉感啊！出去一说我们公司发黄金，谁不羡慕？捐教学楼，这是打口碑啊！这4个亿花出去，换回来的是几十亿的效果啊！沈总，您这布局……等会儿，我这就去安排，保证把您的指示落实到位，绝对不辜负您的期望。我就是想花个钱而已，这老头怎么又给我整出这么多道理？提醒宿主，根据测算，您批的这些项目预计带来15亿营收，估值预计上涨8亿哦。8个亿，常规花钱不行啊！这些员工跟打了鸡血似的，做什么都赚钱，得找个肯定赔钱的赛道。什么赛道烧钱最快呢？直播电商啊！多少公司做电商烧了几个亿，连个水泡都不打。周明，你给我滚进来！沈总，怎么了？咱们公司成立个电商部，我亲自管，今天就招人。我就不信败不光这些家业。怎么样？我这排版写的有水平吧？沈总，这字儿跟狗爬似的。你懂个屁！这叫艺术。精神小妹就吃这一套，你弄个正儿八经的牌子，人家看都不带看的。这标语才像样，比我那帮小姐妹文背上的友情岁月有文化多了。对了，招聘会啥时候开始？
约的10点，但把人放进来。嚯，来了这么多！沈总，这帮人全是网上过气的主播，您确定要签？看着都挺精神，全签，一个都不许少。沈总，外面的网红签约费一个人少说200万起，这么多人1个亿打底。老板，我都糊了3年了，粉丝剩20万。不怕啥，只要敢砸钱，人就能支棱起来。老板，咱们有啥 KPI？K 什么 P 什么 I， 洋词儿我听不懂，就一条，能整活就行，钱随便花，每单亏50巧，亏得多的我发奖金。老板，亏钱还发奖金？对，亏得越多奖越多。签约费50个人，按平均200万算，1个亿整。装修和设备至少在5000万，宿舍租金一年2000万，这还没算工资和带货补贴。沈总一波出去快4个亿了。算个屁！直播电商就是烧钱，多少大公司做这个赔的裤衩子都没了，我就不信我公司能例外。姐，你这话是真的？看好了，这张卡里有3个亿，专门给你们搭直播基地用的，装修设备、灯光、音响全部按最屌配来。沈总，3亿这足够盖一栋楼了，您哪来这么多钱？账上现金上周不是刚发完工资吗？我拿公司这栋楼去银行抵押了，贷了3个亿，利息高是高了点，但管他嘛。直播间要的是霓虹灯，最闪，亮片强，最好整面一开灯闪的人睁不开眼那种。我要把这个仓库变成全市最闪的直播间。老板大气！50个人，4个亿砸下去，每个人1个月亏一单就是2000万，终于要破产了。亏吧，赶紧亏完了，老子就能回家开劳斯莱斯了。沈总，是不是亏完了？公司账上没钱了。刀哥卖老年健步鞋那条切片上热门了，300万播放，5000双鞋一晚上卖空了。啥玩意儿？老弟老妹儿们，穿上这鞋，你能比我摇的还带劲儿。还有大美，直播吃速冻海鲜，边吃边哭，说自己当年海鲜摊起家，现在心疼大美的词题上热搜了，库存全清。那我让他们亏钱的呢？每单补贴50没错，但产品本身成本低，定价空间大，扣掉补贴单支仍有威力，算下来还赚了200万。我吃了8年播，第一次有公司给我5险1金。老板，我们仨合计好了，以后您说往东，我们绝不往西。你们能不能别这么卖力？必须卖力！您对我们这么好，我们要是再不干出点成绩，还是人吗？对，我们今晚通宵播。老弟老妹儿们，继续！为了沈总，感谢沈总，老板大气，老板发大财。电商部首月营收5000万，公司估值上涨2亿，当前估值22亿。触发10分钟原书结局痛感体验，祝您愉快。死系统，老子就想亏个钱，怎么又赚了？沈总，您为了公司操碎了心，疼成这样还硬扛，我这就去告诉全公司，让大家更卖力。求你了，让他们歇会儿。兄弟们，沈总为了咱们都累倒了，今晚通宵加班，谁都不许走。我写这玩意儿的时候是真想赔钱啊。姐，你看这些，9块9的纸巾，39块9的口红，19块9的手机支架，全是爆款，薄利多销，肯定能跑量。就这？姐，直播带货就得靠低价跑量啊！你看看头部主播，全是9块9起。你脑子是不是让门挤了？9块9的纸巾，39块9的口红，你告诉我是个人都能买得起？那谁买都觉得是应该的，买完还觉得你东西烂。那不就应该便宜吗？你听我说，便宜没问题，但不能便宜的没排面。那姐，你说卖啥？看我的。这个成本多少？镀金的成本299，卖89。沈总，89一条成本都不够，我们会赔钱的。赔就赔呗，越赔我越高兴。我小姐妹就爱这种不灵不灵的玩意儿，貔貅招财。你标89，他们闭眼冲。这玩意儿够土，成本多少？199。卖59。姐，这大花棉袄谁穿呀？现在谁家小姑娘穿这个？你懂个屁！顾客一看原价快200的棉袄，我59买了，穿回村我奶都得夸我会买东西。
这叫排面。那9块9纸巾，9块9纸巾谁买都觉得就值9块9，买了也不觉得自己占便宜，心里连个水花都砸不起来，没排面，懂不懂？沈总的意思是让顾客觉得占了便宜，而不是便宜本身。对，还是老赵明白，亏可以吃，但不能吃的没排面。这个有灯会闪还响，成本呢？499，卖199，顾客一看500的东西我200拿下，这灯闪的比我迪厅还专业。姐，这谁买呀？这些都是去年滞销的库存，设计部那帮人说土的调差，所以才在仓库压了2年的。姐，不是我说，这也太土了吧！这棉袄绿的跟马路牙子上的警示牌似的，戴上这貔貅手链，再配个音响，出门跟移动庙会似的。土就对了，越土越带劲儿。你看我这身荧光绿配大金链，土不土？但走街上谁不多看我2眼？这年头能让人记住就是本事。这3样加起来库存压了1500万，按这个定价卖，一单亏好几百，这哪是清库存，这是往河里扔钱啊，肯定全砸手里。别说了，沈总开心就好，咱们沈总的思路常人摸不透，顺着来吧。我听见了啊，什么叫我开心就好？我这是为咱公司开疆拓土，你们就瞧好吧。可是沈总，这成本……别跟我提成本，做大事儿就得有格局。3天后第1场直播，不用别人上，我自己。您亲自播？这还用问？废话，从今天起，我就是公司首席带货官，这名儿够劲儿吧？够劲儿，够劲儿。你告诉运营，首页全给我挂上我的海报。海报用什么风格？荧光绿背景，字要大要闪，标题就写总裁下场，赔本清仓。还知道是赔本啊？这身够劲儿，这身行头比我当年在夜市摆摊卖袜子时候还精神。到时候直播间一开，貔貅晃一晃，棉袄抖一抖，音响闪一闪，再配个土味 DJ， 那帮精神小妹不得疯，不得哐哐下单，3样加起来亏600多，1万单就是600万，10万单就是6000万。你别吱声，你一吱声准没好事儿。这回我亲自上阵，看你还怎么给我整出花来。3天后，看老子把公司赔个底朝天。老九，直播预约观看的有多少人？姐，现在预约观看才3000多人，比刀哥他们第1次播还少1半。3000够了，3000站街上都人挤人了。老弟老妹儿们，够劲儿！沈总来了。这脸是拿鞋底子拍的吧？头屁股成精了，粉毛配花毛，痘痘鞋搁哪儿呢？姐妹们，快看她这妆，腮红打得比我命都红，笑透了。合理怀疑这姐刚在夜蹦完也有直接上播的，音响都是自带道具。今晚不整虚的，貔貅手链89，碎花棉袄59，音响199，全都亏本卖。这老板刚出院吧？3个貔貅叠怪，召唤神龙呢？谁信啊？羊毛出在羊身上。这价格你敢卖，我不敢买，怕收到义乌锅底灰。啥叫不敢买？我这实打实亏本卖。我给你们算笔账，棉袄成本199，我卖59。皮酥成本299，我卖89一个；音响成本499，我卖199。你们自己算，算得越清楚我越不信。剧本太假了，姐，我去隔壁看鳗鱼了。信你我就是棒槌。姐，结束了，47单，营收16000多块。才卖47单。沈总，您后台填的每单补贴是多少？47单，一单补50，2350，这点钱算啥？沈总，您填的是500，您输入的时候多摁了个0，每单补贴500，47单23500块，加上备货成本，3样成本加起来一单亏650元，47单30550元，再算运费、仓储、人工，整场下来净亏10万。姐，你亏了10万还这么高兴？废话，赔钱就是赚钱。明天继续。沈总这操作，沈总，
您今晚直播回放被人剪成短视频了，标题叫“最疯女老板在线撒钱买47单倒贴10万”，本人当场欢呼。啥？谁剪的？姐，已经5万点赞了，评论区全骂你傻。骂我傻？那他们肯定觉得我有病，觉得我有病就不敢买我东西，不敢买我怎么亏？不对，骂我傻那是来看热闹的。姐，您才反应过来啊！您在网上越疯，进直播间看热闹的人就越多，这流量比花几十万投流还猛。让他们骂，使劲骂，骂得越欢，来看的人越多，来看的人越多，就有越多下单的，下单我就疯狂补贴，卖得多亏得越多，亏空公司指日可待，等钱造完，老子直接回家躺薪开劳斯莱斯。嘿，我可真是个商业鬼才。才亏10万，明天再加码，我倒要看看还能翻出什么浪。祝你好运，宿主。闭嘴！我这次稳了。这帮人是不是闲得慌？把我多摁个0补贴的事儿剪成鬼畜了。姐，你看看预约人数，多少？18万，上次不才3000吗？姐，你上次那条补贴多摁0的切片在网上彻底火了，现在全平台都在转，大家都等着看你今晚还能整出什么活。18万人看，那得有多少人下单？姐，按上次的转化率，今晚少说几万单。几万单？上次才47单我就亏了10万，几万单我不是要把公司亏穿？走走走，开播！沈总，音响给您放桌上。你傻啊？放桌上谁看得见？戴头上。戴头上？你拿这么大的，我能戴得上吗？给我拿2个 mini 版的，我好戴头上。一左一右一块转，谁进来不得晃瞎眼？姐，您这造型，天线宝宝看了都得管您叫祖宗。天线宝宝有我闪，我这是自带 BGM 的带货机器，这绿配红够不够精神？姐，红配绿赛狗屁。你懂个屁！这叫视觉冲击力，懂不懂？这就是牌面。老弟老妹儿们，够劲儿！沈总又来了，今天不整虚的，敞开了买，谁不买谁吃亏。我操，这老板好土，棉袄笑死我了，音箱闪得我眼瞎。89的貔貅，假的吧？假的？废话，299的东西卖89，你想让它真到哪儿去？咱戴手上谁看得出来？晃一晃，你就是全场最亮的大姐大。信我，我当年在街上不被欺负就靠这一条，气势到了，真不真不重要。我买了，冲这气势我下单，棉袄我要给我妈买1件。姐，1分钟5000单了！哈哈哈哈，赔钱货，这是自黑吗？我操，这老板是把自己当反面教牌了。主播你别晃了，你背后那仨字比貔貅还亮。姐妹们，这是行为艺术吧？先卖假貔貅，再自曝是赔钱货，这剧本绝了。看见没？这仨字就是我对自己的定位。来吧，都来买吧，我开公司就是为了赔钱，谁买我东西，谁就是帮我完成梦想。姐，5万单了，貔貅空了，棉袄剩最后100件，音响也快没了。我丢，真给力！下单支持赔钱货老板，倒闭了就没乐子了。棉袄给我留1件，我要穿回村当村花。貔貅还有吗？我给我妈买一个镇宅。15万单，库存全清了。沈总这波反向带货，那亏了多少？貔貅每件亏210，卖了7万件，亏1470万。棉袄每件亏140，卖了4万件，亏560万。音响每件亏300，卖了3万个，亏900万，加起来1400把560加900，2860。2860万，亏了2800万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啊，沈总，您怎么还笑？终于亏了2800万，这会儿总该破产了吧？
姐，数据疯了，有人把咱们直播间切片发到网上了，标题叫“史上最诚实当老板直播卖赔钱货”，现在全网都在转。姐，你看这条切片发出去才7分钟，评论区破万了。有人说你是年度最佳行为艺术家，有人说你是商界泥石流。这姐们儿是真疯还是装疯？我赌她撑不过3个月。3个月，我赌她下个月就上失信名单。你们懂个屁，这叫反向营销，人家赚麻了。我在台上喊亏本，他们在台下说我赚麻了。我赚哪儿了？我连账都算不明白。老板，要不咱看看后台付款数据？付款数据那玩意儿能看出啥？哎，还真是亏了2800万。照这么播下去，再来10场，公司不就黄了？啥流量包？姐，平台给咱们推了500万的免费流量，接下来1周，咱们直播间会挂在首页推荐位上，预计额外带来800万到1000万的曝光。那曝光多了会咋样？曝光多了，下单的人就更多了，亏的就更多了，但公司名声也更大了。那到底是亏还是赚？沈总，账面亏2800万，但这波流量带来的品牌曝光核算成广告费的话，至少值5000万。5000万？那我这是亏了还是赚了？沈总，简单说，咱们亏了钱，但公司更值钱了。我他妈就想亏个钱，你们怎么又给我算出个估值涨了？听，公司估值上涨2亿，当前估值24亿，触发10分钟原书结局痛感体验，祝您愉快。又来，等会儿。老板，沈总，关了这破灯，晃得我更疼了。老九，你说那些网友叫我啥来着？商界泥石流，还有年度最佳行为艺术家。泥石流好歹是往下冲的，我他妈这是往山上冲的泥石流。他卖的那叫什么玩意儿？老年健步鞋、速冻海鲜，一群过气网红在那蹦跶，一晚上卖空5000双。赵总，这个月沈氏电商部的销售额已经破了8000万。他爸在的时候，我跟他斗了10年都没让他做起来。她一个黄毛丫头，染个粉毛，穿个花棉袄，3个月就把市值干翻了1倍。赵总，沈清言上任以来一直不按套路出牌，涨3倍工资，上3休4，搞过气主播，直播亏本卖货，行业里没人看得懂他在干什么。但市场吃他这一套，市场吃他那一套，那就把他的台子拆了。他不是靠那帮中层运营撑起来的吗？把那些人挖过来，挖一个算一个，挖10个算10个。赵总，他给员工开了3倍工资，福利也全行业最高。咱们要挖人，他给什么条件，我翻倍给，违约金我兜着。你去给名单上那几个人打电话，今晚就打。跟我斗，你还嫩了点儿。沈总，出大事了！赵坤那王八蛋在外面散播谣言，说咱们资金链断裂，马上破产清算。2个供应商打电话来说要撤单。撤单太好了，货都卖出去了，不给人家结账，谁还跟咱做生意？没人进货就没钱赚，没钱赚公司就得关门大吉，我就能回家开劳斯莱斯了。供应商撤单，公司要黄，我这心里啊拔凉拔凉的。但越凉我越得花钱，反正都快黄了，钱不花留着给谁？万一明天就关门了，钱全便宜银行了。通知下去，所有员工每人发5万购物卡，就说公司快垮了，老板心疼大家，先花为敬。沈总，5万一张，1000多人，又是5000万没了，账上那点钱，您这是要？5000万怎么了？供应商撤单，我难受，
我难受就得花钱，这理由谁说不通？5000万砸下去，看你们还怎么赚钱。劳斯莱斯，你再等我一会儿。都看见了吧？沈清言做了什么？3倍工资，上3休4，干满半年发金镯子，这些东西哪一样有技术含量？全是拿钱砸出来的。赵总，他的福利标准咱们要是对标执行，人力成本得翻2倍多，账上现金撑不过4个月，他沈氏账上现金有几个亿，他一个刚接班的黄毛丫头都撑得住，我们干了20年的撑不住。你是在跟我说我们不如他？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也全员涨薪3倍，上3休4，加班费翻倍，食堂免费，下午茶不限量。赵总，各部门编制本来就超了，再加福利的话，超了怕什么？他能挖我的人，我不能挖他的人。开双倍猎头费，把他那边的人全挖过来，还有把他的直播团队也挖过来。赵总，挖人我可以理解，但直播这块，沈氏那帮主播全是过气网红，拿出去同行都不带正眼看的。我们真要跟过气网红怎么了？他卖貔貅、卖棉袄都能卖断货，我们有供应链、有品牌，难道卖不过他？直播部立刻组建，3天内开播，预算不限。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。散会。沈总，赵坤那王八蛋挖咱们的人，运营部2个中层主管今天上午递辞呈了，那俩货年薪60万，赵坤给他们开了3倍，还承诺帮他们赔违约金。太好了！沈总，好在哪里？老王，赶紧的，发通知给剩下所有兄弟每个月多发1半的钱，干得越久拿得越多。赵坤挖咱们的人，我加倍疼剩下的兄弟。沈总，这1个月得多发4000多万。4000万怎么了？赵坤挖我的人，我心疼，我难受，我必须花钱安抚剩下的兄弟，这理由谁说不通？你出去把话放出去，谁从赵坤那边跳过来，违约金我全包。赵坤挖我1个，我端他10个。沈总，我明白了，这是变相敬业补偿金啊！赵坤挖咱们1个人得掏几百万违约金，咱们留1个人1年才多花几十万，成本差10倍。您说帮赵坤那边的人付违约金，这等于把赵坤的人才库直接开了个口子。我就是想趁垮招前把钱花完，他说啥呢？还有供应商撤单那事儿，您琢磨琢磨，表面上他们撤单是坏消息，对吧？可您这时候给员工发5万购物卡，全行业都会传，沈氏都要破产了，还给员工发钱，这老板仁义，供应商看了反而觉得咱们底气足得很，撤单的都得后悔，这叫反向操盘，把利空变利好，高啊，沈总，您这招逆向操盘。行了行了，赶紧发通知去，别耽误我花钱。4000万购物卡砸下去了，2000万加薪也砸下去了。赵坤，你再挖啊，挖10个我发10轮，你才是我的好兄弟。账上的钱赶紧给我花光光。劳斯莱斯，你姐我快来了。丁，宿主，按这个速度，您离破产越来越远了呢。估值预计上涨3亿。闭嘴，我还能花。我还没开始真正造呢。赵坤，你等着。赵总，今天一上午，咱们公司骨干收到13个猎头电话，全是沈氏委托的，开双倍薪资加福利，还承诺兜底违约金。你们没签竞业协议吗？赵总，咱们的协议当初只写了离职后不能直接去沈氏，但沈氏给的补偿金远高于违约金，员工愿意掏违约金跳槽。姓沈的，你他妈跟我玩这套！赵总，刚才财务报了账，这个月人力成本超预算3倍还多。赵总，
要不咱们先稳住线的人。稳住？怎么稳？他开双倍，我拿什么跟？一个精神小妹把我玩成这样，你烧钱是吧？我等着你烧完那天。沈总，赵坤那边刚才开了高管会，2个总监当场拍了桌子，一个说要走，一个说要留，最后全走了。走？往哪儿走？往咱们这儿走啊！赵坤付不起违约金，那2个跳槽过来的中层今天上午主动离职了，刚给我们人事打了电话，说不要工资都愿意回来。不要工资？对，说跟着您有肉吃，跟着赵坤连汤都喝不上。我他妈挖个人，结果人家免费回来打工，我这钱到底花没花出去？沈总，赵坤那边人力成本崩了以后，咱们顺势挖了他13个核心组干，全是带资源过来的，今天上午全部签完合同。13个？那我得花多少钱？敬业补偿金加挖人成本，算上双倍薪资和签约奖励，这个月支出1亿2千万。1亿2，这回公司账上肯定空了吧？劳斯莱斯，你接我来啦！但挖来的13个人手里攥着赵坤7个大项目的资源，这些项目今天下午全部转签咱们公司了。然后呢？下季度预估新增营收12亿。12亿？沈总，1亿撬12亿，杠杆拉满。赵坤这次不光人力崩盘，项目也全丢了，咱们行业老大的位置稳了。不好意思打扰一下，您是沈氏集团那个赔钱货老板？我关注您直播了，1亿撬12亿，这杠杆玩的也太漂亮了。你们俩能出去一会儿不？我蹲会儿。沈总，您是不是又不舒服了？没有，我消化消化。劳斯莱斯，你是不是又远了？叮！恭喜宿主，公司估值上涨5亿，当前估值32亿，现在发放奖励10分钟原书结局痛感体验，祝您体验愉快。24亿吗？怎么多了？宿主人体能消耗过大，建议补充糖分哦。你说赵坤那傻叉开直播了，卖的啥？棉袄还是貔貅？他卖的是真皮休闲鞋，699的鞋卖199，每单补贴500。那不是跟我一样，我卖棉袄贴50，他卖鞋贴500，比我还能亏啊，这不挺好？问题是，他亏了4万7，但被人骂了。骂啥？他说您出身是街头混混，说您是运气好，还说自己是正经生意人。他说我啥？街头混混，看人真准。网友把那段截图发网上了，评论区全在骂他，说您直播间挂赔钱货，他直播间挂我是正经商人，谁端着谁自在，一目了然。啥意思？我听着咋这么费劲呢？简单说，您在直播间是真的爱咋咋地，是死是活都无所谓。赵坤是假装无所谓，其实心里算盘打得响。哦，就是说我比他真呗。对。那他学我涨工资和休息的事儿呢？咋样了？他宣布涨3倍半工资，也是上3休4。那挺好啊，咋没人夸他？但他下面的人6点之后不走绩效打7折，实际上天天加班到10点，而且他直播仓库改到半夜2点，跟员工说加班费翻3倍。这不是欺负人吗？说好了上3休4，结果变着法子让你加班，比不涨工资还恶心。我虽然想败家，但我说话算话。说不上班就是不上班，所以他的核心骨干今天下午又有3个给我们人事部投了简历。赵坤那个傻东西，福利开的比我好，人还往我这儿跑，他图啥？我要烧钱的地方，他替我点了把更大的火。沈总，您这个逻辑吧，虽然不是商业教科书里的，但好像也没什么毛病。赵坤那孙子迟早要搞我，我得留个后手。系统，你说我要是真把公司干到50亿，是不是就永远回不去了？是的，宿主。届时你将永久绑定原书结局，也就是烂尾楼里被砍20多刀，浇水泥埋地基。那我要是直接跑路呢？趁现在卷点钱跑路，触发即死。建议宿主专注任务本身。友情提醒：若宿主经营不上，导致大规模社会问题，系统将判定为恶意经营。我专注个屁！卖东西赚钱，直播赚钱，挖人赚钱，我是不是天生不适合破产？宿主，你可以考虑更传统的败家方式，比如买一些根本不产生任何商业回报的资产。或者进军完全不具备变现能力的赛道。啥意思？说人话。你可以考虑更传统的败家方式，比如线下实体商业。线下就是那种开店卖东西的？对，商场、超市、零售店在当前电商冲击下，线下实体商业普遍亏损严重，租金高，人工高，客流低，是公认的破产温床。商场，老子怎么没想到，现在谁还逛商场啊？东西比网上贵，停车比登天难，逛一圈啥也不买，这玩意儿不赔钱，天理难容。宿主，现在已经过去5个月了，时间即将过半。
闭嘴！老子明天就拿着钱去找那种快倒闭的商场，溢价买，加钱买，一购买10个，买到公司账上空空为止。商场线下实体，沈总大半夜一个人琢磨这个，他是在担心公司转型啊。他说什么现在谁还逛商场，东西比网上贵，这不就是在焦虑传统业务萎缩吗？这压力得大成什么样啊？不行，不能让沈总一个人扛，他半夜都在想公司出路，我们这些拿高工资的凭什么睡觉？明天一早就把全城亏损商场的名单列出来。昨晚的事儿我不多说了，沈总为了公司，大半夜一个人研究线下实体商业转型，连觉都没睡。他自言自语说，一个商场亏几亿，收10个就是几十亿，那是他在算弹药够不够。沈总要把那些连年亏损没人敢接的商场全收回来。周哥，你说吧，怎么干？今天开始，所有部门取消轮休。市场部今天之内把全国范围内连续3年以上亏损、估值跌到极底的商场名单拉出来。运营部梳理收购流程和资金需求。技术部负责一件事儿，把沈总昨晚说过的那几句原话做成横幅挂满全公司，让所有人都记住沈总是怎么替我们扛着的。你听说了没？沈总要收购全市亏损商场，一个不够买10个。听说了，我表姐在市场部，今天凌晨5点被电话叫起来拉名单，说3年连续亏损，租金覆盖率低于50%的那种。亏成这样还买，那不得赔死？你也是老员工了，还不懂沈总？上次他直播卖貔貅，全网说他要赔掉裤衩，结果呢，库存清空，品牌出圈。赵坤学他卖鞋，被人骂成狗。也是，沈总说亏的时候，大伙都信他是真亏，但亏着亏着，估值就涨上去了。所以别算了，跟着干就完了。反正工资翻了3倍，休4天。沈总真把公司干黄了，我也认。老头，你笑啥？上次你这么笑，我账上就多了3个亿。沈总，您昨晚的战略部署今天一早全员启动了。这是市场部拉出来的名单，全城连续3年以上亏损，估值低于净资产，商户撤场率超45%的商场，一共11个。我啥时候部署了？这些商场虽然正面亏损，但只是运营不善。沈总，您是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价值洼地。我他妈说的是买快倒闭的商场，然后等着它继续倒闭呀？什么洼地呀？而且我们连夜请了商业地产评估团队做了测算，这11个商场如果打包地价收购，综合改造成本不到市价的3成，3年后保守估值翻3倍。3年翻3倍？沈总，您这是抄底，即将把控整座城市的商业命脉。所有人注意，沈总已经批了11家商场同时开工，1个月内开业。全员自发加班冲刺，预计带动公司估值上涨至少4亿，目前估值36亿。我特么就想找个赔钱的路子，怎么又被他们干成增长点了？又是赚钱赚钱赚钱，老子干的什么玩意儿都被他们算出赚钱来。要让商场赔钱还不简单，3个条件呗。东西得没人要，水电得贵到天上，员工工资得高得吓人。那我就在收购的商场里开超市，生鲜超市，专进那种草莓放2天就着毛，榴莲裂口就蹬掉，鲜肉卖不完只能扔。这玩意儿我在路边听人唠过，开一家倒一家，赔的裤衩都不剩。而且老子用的是收购来的商场，运营成本走公司账，亏的全算公司的。宿主，你这逻辑确实不太容易挑毛病。废话，老子以前什么场面没见过？算账我算不过那些戴眼镜的，还能不知道怎么往河里扔钱吗？丁，公司估值更新至40亿，触发10分钟痛感体验，强度翻倍。又来，我他妈还没开始亏呢。沈总，策划部那边问方案什么时候给，他们说，那我晚点再来。沈总，设计方案出来了，按您说的最高标准，进口冷柜恒温恒湿系统雾化保鲜喷雾，光设备采购就在2800万，加上商场本身收购花了3个亿，前期投入已经3.5个亿了。3.5个亿，好，往死里花。冷柜给我买最大的，灯给我装最亮的，地板给我铺金的都行。金的？夸张，就是那个意思，别给我省。沈总，这个配置放1线城市都是顶配，但我们核算了一下客流预期，按这片区的人口密度，回本周期可能要拉到8年以上。几年？8年
8年是最乐观的，实际可能要10年，而且生鲜损耗率高，前3年大概率持续亏损。亏3年，太好了！就这个方案不改了，明天就开工。他听见亏钱怎么跟听见中彩票似的？可能是什么新型商业模式？我看不懂。沈总还有一事儿，这负1楼原先的一面墙布局有问题，要改格局得砸2面墙，加固费用另算，大概多花600万。砸全砸了，600万算个屁，能亏就是赚。我干了30年工地，头一回碰见业主生怕我们省钱。上回那个老板多花200块钱都跟我吵半天，这回倒好，砸墙跟砸豆腐似的。你懂啥？人家有钱任性。我看不是任性，他刚才听见亏3年，那眼神跟捡了宝一样，这人邪乎。老马，墙给我砸利索点儿，砸不干净我扣你工钱。不是老马哥，你说他这超市前3年亏钱还这么高兴，图啥？我学建筑设计的，也辅修过2年商科，没见过哪个老板听见亏字跟听见赚字一样兴奋的。我琢磨着，要么他是家里钱多到烧得慌，要么就是另有所图。另有所图？图啥？你看他之前搞直播也是疯疯癫癫的，穿花棉袄，挂音响，带5个貔貅，像个傻子一样在镜头前晃。结果呢，全网几千万播放，库存清得干干净净。我媳妇那天晚上还下单买了一双老年健步鞋，说跳舞穿舒服。那不一样，直播是线上，流量大，赚得快，亏也是小亏，大不了就当花钱买曝光。线下实体不一样啊，房租、水电、人工损耗，哪一样不是往里砸？生鲜这玩意儿我查过数据，行业平均净利润不到3个点，前3年的亏损率能高到40%。他这不是往水里扔钱，是往火里扔。你们年轻人学了一堆洋词儿，什么净利润，什么亏损率。10年前你们还在背单词解方程的时候，我在城南接了个活，给一家火锅店搞装修。那老板姓刘，40来岁，跟你们现在这德行差不多，斯斯文文的。他搞装修花了1000多万，全实木桌椅，铜锅从四川定做的，一盘毛肚卖88。然后呢？然后，当时我也跟你们一样，觉得这老板脑子有病。我手下一个水电工还偷偷跟我说，这店撑不过半年，毛肚卖88谁吃啊？隔壁老王家火锅才38。结果3年后，人家开了17家分店，那些打折的、搞套餐的全倒闭了。17家，3年。刘老板上市那天说了一句话，那句话我记了10年。在所有人都在做便宜的时候，有人在做贵，就这一句。还有后半句，在所有人都在做快的时候，有人在做慢。所以，你觉得他是故意的？是不是故意的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人家现在是几十亿身家的老板，我是搬砖30年的包工头，谁傻谁精，你们自己品。反正他让砸墙，我下午就砸，钱到账比啥都实在。疯不疯的，反正工资照发，管他的。哎呀妈呀，累死老子了，腿到现在还软。沈总，我刚才让运营部大致测算了一下，按咱们这周边的客流量，就算前3年账面上是亏的，但品牌价值、客户沉积这些看不见的东西可能会涨。你又来，什么看不见的东西？就是您3.5个亿买这个倒闭商场，但别人看见您舍得花钱，反而觉得您实力强，更愿意跟咱们合作。合着我3.5个亿买个破商场，他们觉得我有钱，然后更愿意给我送钱，这他妈什么逻辑？大概就是这个逻辑。老子不活了。不错不错，冷柜够大，灯够亮，地板也铺得挺像那么回事儿。老马干得漂亮。沈总满意就好，您说要最贵的，我没给您省钱。没省钱就对了，越贵越好。但是这墙光秃秃的太素了，给我贴横幅，越大越好，字要够大够闪。沈总，贴啥内容？开业标语一般写盛大开业，欢迎光临。俗，你那词儿太俗了。沈总，您说贴什么内容？就写本超市专进烂水果臭榴莲，买到算你倒霉，买一单亏一单，老板倒贴钱。沈总，这标语是不是太实诚了点儿？
实诚不好吗？我就是要让人知道我这超市卖的是烂东西，谁买谁上当，谁敢来？赶紧做横幅，按沈总的指示来。这老板是不是脑子不太好使？你懂啥？这叫那个什么词来着？反着来。他越这样，我越想去看看他到底能卖出啥玩意儿。亏钱亏钱我最行，破产回家开劳斯莱斯。沈总，新源广场超市首日营业数据出来了。新源广场生鲜超市开业首日客流量17人，销售额846元，生鲜损耗率68%，预计首月亏损200万。17个人，846块，损耗68%，哈哈哈哈哈！17个人800块钱，我贴的标语起作用了。烂水果臭榴莲，买到算你倒霉，谁看了不绕道走？沈总，您这么高兴是因为一个商场1个月亏200万，11个就是2200万，1年2个多亿。沈总，可是什么可是？你看，数据都摆在这儿了，17个人800块钱，这还能翻出什么花来？你先出去吧，我自己待会儿。宿主，友情提醒，你现在高兴的有点早哦。早个屁！老子等了这么久，终于亏了个大的，你少泼冷水。11个商场全贴满烂水果臭榴莲，谁看了不绕道走？一个商场1个月亏200万，11个就是2200万，1年2个多亿，2年不到公司直接黄摊儿。到时候任务完成，老子嗖一下回去10个亿到手，大别墅住着，劳斯莱斯开着，整条街的商铺都是我的。我看谁不顺眼就带人去他店门口站着。宿主，友情提醒，你在笑的时候，沈氏收购的11个商场登上本地热搜了。啥玩意儿？沈氏收购的11个商场的词条登上本地热搜榜第3位。热搜？谁给我买的热搜？我花钱买水军了？不可能！老子连微博账号都没有。自然流量，宿主，网友自发拍照上传，配文：终于有老板不把顾客当傻子了。你的标语原话被截成9宫格，全网疯传。不是，他们是不是有病？我都写了买到算你倒霉，买一单亏一单，这他妈哪句像好话了？宿主在当今消费境中已经被特价清仓、限时抢购、亏本甩卖等话语反复欺骗。你写的虽然也是负面内容，但胜在真实。真实？老子是真的要卖烂水果臭榴莲，不是假的。消费者恰恰认为，敢把烂字写出来的，反而不会卖烂的，这叫反向信誉建立。这届网友的脑回路比我当年在夜市卖假娃子还难懂。近日，沈氏集团旗下生鲜超市开业1周，创下了单日客流破万、单店日营收超50万的惊人成绩。而这家超市的标语却是专进烂水果、臭榴莲，买到算你倒霉。老钱，你怎么看？主持人，我从业35年，第一次见到如此大胆的反向定位。反向定位？对，传统超市拼命标榜新鲜、优质、精选，沈氏反其道而行，直接告诉顾客我有烂的，你要接受。这在营销学上叫降低预期管理。所以你的结论是？沈清言，这个24岁的年轻人，正在用最土的方式干最狠的事儿。他收购11个亏损商场，表面是抄底实体，实质是布一盘线下流量的大棋。他们说我布了一盘棋。沈总，全国财经圈都在讨论您的战略布局，说您收购商场不是抄底物业，是抢占线下流量入口。您开烂水果超市是制造极致口碑反差。老头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您说。这人是我吗？是您啊。那我问你，我布棋的时候我自己知道吗？我他妈就想卖烂水果，怎么又成战略布局了？丁，公司估值上涨10亿，当前估值50亿，触发10分钟原书结局痛感体验。50亿！等等，我现在就要！沈总，打120。别打，让我等会儿。疼的老子差点以为真被砍了20刀，不行，必须让这家超市亏起来。这草莓怎么还这么新鲜？我不是说了进那种放2天就长毛的吗？沈总，
供应商听了您最诚实超市的名头，主动把最好的货给咱们，说不能让好老板亏了。供应商也跟我对着干，这榴莲怎么还不烂？沈总，榴莲是自然熟的，您这个进货量1天就能卖光，来不及烂。我连烂水果都买不到了，这世界还让不让人败家了？你看，老板急得薅头发了，多实在的姑娘啊！怕咱们买到不好的，自己先着急。就是，我以后买菜只来他家。我急是因为烂不掉，不是怕你们买到好的。明天把我闺女也叫来，让她看看什么叫良心商家。沈总身体不适还坚持巡店，太有干劲了。老王，我问你，什么项目赔钱最快，一次能赔几个亿那种？陈总，您说的这种项目得是基建配套，政府那种，报价低于成本，干一单亏一单。政府项目好，就干这个。赵坤不是爱跟我抢吗？这回老子主动送上门，看他跟不跟。把最近所有政府劲爆项目都给我找出来，越大的越好，亏得越黑的越好。沈总，咱们确定要干这个？基建项目回款慢，垫资大，一不小心就……不要怕，有我呢。赵坤，你不是爱学我吗？这回我主动把坑挖好，你跳不跳？王哥，沈总这次是不是玩太大了？基建项目亏损起来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动辄几个亿打水漂。你懂什么？沈总这是要跟赵坤打消耗战。他故意报低价，赵坤要是跟就得跟着亏，要是不跟，项目全被沈总拿下，以后城市资源全在咱们手里。那沈总这次是认真的？沈总什么时候不认真？他看着风，心里比谁都清楚。赶紧去准备竞标材料。我怎么觉得沈总这一次得亏呢？7个城市配套项目全是亏损标的，他疯了吗？赵总，沈市的报价比成本线低了将近40%，如果中标，每个项目每月至少亏8000万到1亿。他这是在钓鱼，想让我跟，然后拖死我。那咱们跟，他不就想拖死我吗？我偏要跟。他亏1亿，我亏1亿5，把报价再压500万。他亏，我比他更能亏。赵总，咱们账上现金流已经吃紧了。怕什么？只要拿下项目，银行自然会给贷款。他一个黄毛丫头都不怕，我赵坤怕什么？沈清言，你想玩大的，我陪你玩。沈总，结果出来了，7个项目，咱们中了5个，赵坤中了2个。中了5个，那我1个月得亏多少？按报价测算，5个项目每月亏损总额在4亿到5亿之间。5亿，1个月5亿，1年就是60亿。赵坤2个项目，他1个月也得亏2亿吧？太好了，来打2把游戏，放松放松。沈总，您别硬扛，1个月巨亏4、5亿，换谁压力都顶不住。是啊，您要是心里憋得慌，想打游戏解压完全没问题，我们都陪着您，千万别给自己太大负担。说啥呢？沈总，城西那个地下官网项目首月垫资……停！你别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的念，听着跟报菜名似的。你就直接告诉我总数多少。 5个项目合计垫资加亏损4亿7千万。4亿7千万，这数字听着就舒坦。4亿7千万加上咱们原来的运营成本，这个月总支出怎么也得，我算算啊，个10、100、千万、10万、100万、千万亿，反正就是很多个亿。沈总，还有一件事儿。说，随便说。还有什么坏消息，一起说出来。今天老子心情好，听100个坏消息都不带皱眉的。账上现金还剩6000万。 6000万，6000万够干啥的？下个月工资一发就没了。
公司要黄了，真的要黄了！劳斯莱斯，老子来了！亏钱亏钱，我最行，破产回家开劳斯莱斯，等我回去就买一条街自己管。沈总，那下个月的员工工资发，全发，把6000万全发了，发完拉倒，反正公司都要黄了，我不能亏待跟着我混的兄弟。好的，沈总。对了，告诉老王，今晚全体员工不用加班了，让他们回家歇着吧，反正公司也快黄了。好的，沈总。沈总，您说的是真的？千真万确，准备找下家吧，别耽误自己前程。那您还给我们发工资吗？发，必须发！最后一个月工资，砸锅卖铁也得给你们结了。我沈总坑谁也不能坑跟着我混的兄弟。沈总都这样了，还惦记着给我们发工资，这就是江湖义气啊！别站，做你们的，我就是来通知一声，公司账上就剩6000万了，下个月工资一发就空。你们该找工作的找工作，该跳槽的跳槽，别等我赶人。沈总，您别吓我们。没吓你，真的，6000万，连我这身行头都买不了几套。行了，你们继续喝，我去找老王。沈总是不是压力太大了？不像压力大，他那表情像是中了彩票。我刷到个新闻，说咱们公司5个基建项目1个月亏了快5个亿，可能真的撑不住了。老王，我刚才把公司要黄的消息通知了一圈。沈总，您说什么？我说公司要黄了呀，反正6000万撑不了多久，不如早点告诉兄弟们，让他们该跑就跑，别到时候跟着我一起倒霉。沈总，您怎么能这么说？账上就剩6000万了，下个月工资一发就没了。你还想靠啥翻身？靠那5个赔钱的项目？沈总，您确定要让全体员工都知道？确定啊，让他们早做打算吗？我可不想当那种公司倒闭了还瞒着员工的老板。我这人最讲义气，不能坑人。那您就不怕消息传出去，供应商来催债，银行来抽贷，员工提前跑光？怕？我怕个屁！供应商来要钱关我屁事儿，银行抽贷抽呗，抽完了账上毛都不剩，员工跑了更好，人都没了，公司不就黄了？那我就能回去开我的劳斯莱斯了。好，我明白了。那您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打算？没打算了，等着倒闭呗，反正我也尽力了。对了，老王，你也早点找下家吧，别死磕我这儿了。沈总，你这老头能力还行，找份体面工作不难，别陪我一起沉船。他在账上只剩6000万的时候，第一件事不是想着怎么捞钱，而是把消息告诉所有人，让大家赶紧跑。连我这个老头子他都惦记着。周秘书，你过来一趟，有件事跟你说。对，现在。王哥，怎么了？是不是沈总那边又有什么新指示？这是市政府发的。对，刚收到的。 5个基建项目全批了，政府认定咱们是战略性民生配套，城市独家商业合作资质。市中心3块地，王哥，这加起来得多少？保守算30亿往上。30亿？那沈总他知道这事儿吗？他还不知道。那赶紧告诉他呀！他都跟全公司说要黄了，员工群里都快炸了。你觉得他是真的想黄吗？ 他做了5个赔钱的基建项目，亏了4亿7千万，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。但为什么偏偏是这5个项目？为什么刚好是政府最看重的民生配套？王哥，你的意思是，他嘴上说着等倒闭，可干的每一件事儿都在把沈氏往更深的地方扎。他告诉我账上没钱了，可他做的这5个项目。
替沈氏换来了整座城市的独家命脉。那咱们得让这消息再飞一会儿。为啥？你想，赵坤那边2个项目还在烧钱，他现金流本来就紧，要是听说沈氏要黄了，他会怎么想？他会觉得机会来了，赶紧把手里剩下的筹码全砸进来抢地盘。对，他肯定会跟进，会加码，会把自己最后那点家底全压上去。他现在已经借了高利贷在撑，一旦他把最后一口气也吐出来，咱们再把独家资质这牌亮出来，他就彻底没救了。2个亏损项目加上高利贷的利息，他连爬出来的机会都没有。那员工那边怎么办？今天沈总一路过去，跟10几个同事说了公司要黄了。你悄悄跟几个核心部门主管透个气儿，让他们稳住下面的人，就说沈总正在进行压力测试，让大家别慌，该干嘛干嘛。明白了。又怎么了？赵总，刚收到的消息，沈氏那边全员都传开了，说公司要黄了。说清楚。内部消息，沈清言亲口跟员工说的，账上只剩6000万，5个基建项目1个月亏了4亿7千万，下个月工资都发不出来了。现在沈氏下面人心惶惶，好几个中层已经在往外投简历了。他自己说的。对，一路从办公室走到大厅，逢人就说。他终于撑不住了。赵总，那咱们他5个项目拖垮了自己，可我手里也有2个。他说账上6000万，我账上还有多少？从高盛借那笔钱到账之后，咱们账上现金还剩1亿2千万，比他还多1倍。他先撑不住了，这就是机会。赵总，可咱们那2个项目也在亏，高盛的钱还要还利息。他沈清言凭什么能把5个项目全吃了？靠的就是政府那点好感。现在他资金链要断了，政府还能把独家资质给他吗？联系市政府建设规划处，就说昆达愿意承接沈氏无力完成的基建配套项目，他赔钱干的项目，我比他赔的更多，政府就会把资源往我这边挪。赵总，咱们那2个项目每个月光亏损就要破2亿了。亏损怎么了？只要把独家资质抢过来，这点亏算什么？可是高盛那边下个月利息就要还了，等我拿下资质，银行自然愿意放款。高盛的利息算个屁，到时候一把还清就行了。好，我明天一早去联系。她一个染粉毛的精神小妹，凭什么在我头上踩了这么久？凭什么？沈清言，你撑不住了吧？你那些战略布局，说到底就是运气好。等我接手了你的项目，我倒要看看你还怎么蹦跶。我去，你们这是干嘛？开追悼会呢？沈总，我们知道公司没钱了，我们自愿降薪，集体降薪1半，跟公司共度难关。降薪？我让你们赶紧找工作跑路，你们搁这儿跟我玩共度难关？沈总，上3休4，3倍工资，您拿我们当人看，我们不能拿您当傻子。沈总，这可是自发的，跟我没关系。老子好不容易把公司干到账上只剩6000万，就差最后一脚了，他们给我玩集体降薪。那公司岂不是又能多撑好几个月？丁宿主，您猜怎么着？员工集体自愿降薪了，人力成本直接砍半，公司还能再扛8个月。您这败家水平，我真是服了。行，你们狠，我现在脑子轰轰的，想不出招了。都散了吧，
该干嘛干嘛去。沈总这是生气了？不是生气，他是真的想让我们走。但他越是这样，越说明他心里有咱们。王哥，那降薪这事儿，让财务按自愿降薪的方案走，但别降太多，意思意思就行。另外，你悄悄做一件事，把今天所有员工自发降薪的截图、视频整理好，发给财经媒体。发媒体？为啥？你想想，一个即将破产的公司，上千员工集体降薪挽留老板，这新闻传出去，外面的人会怎么想？会觉得这家公司人心齐，有凝聚力，反而更值得投资和合作。对，所以沈总今天什么都没做，但他什么都没做这件事儿本身就已经是最好的公关了。沈总，您身上有种东西，比钱值钱多了。赵总，沈氏那边员工集体降薪的事情上热搜了，现在全行业都在夸他有人格魅力，但这反而说明他真的没钱了。说人话，如果他账上还有余粮，以他的性格，绝对不会让员工降薪，他一定会发钱，所以他确实撑不住了。独家资质还在他手上？在，但赵总，他资金链快断了，5个项目根本不可能同时运转，独家资质早晚要吐出来。他吐不吐，我说了算。明天一早把咱们那7个亏损项目的补充协议准备好，我要亲自去市政府谈，就说沈氏没能力履约，昆达愿意全盘接手。赵总，咱们账上现金只剩8000万了。8000万怎么了？他把好牌打烂了，剩下烂牌在我手里也能开花。他沈清言的路到头了。系统，你说那帮员工是不是有病？我都告诉他们公司要黄了，他们降薪一半要留下来图啥？叮，宿主友情提醒，您此刻的表情管理已崩塌，建议照照镜子。我脸怎么了？怎么说呢？您哭了。我去，谁他妈哭了？老子以前跟人抢地盘，被人拿钢管抡后脑勺都没掉过一滴泪。刚才那是眼屎。宿主，您要是真开心，为啥要用眼屎这么清新脱俗的借口？逻辑呢？你他妈是来帮我败家的，还是来戳我心窝子的？沈总，市政府刚下的红头文件，5个基建项目全部追加专项补贴，说是支持民企承担社会责任。啥补贴？每个项目每月补贴6000万，5个项目加起来就是3个亿，连续补贴12个月。个十百千万10万百万千万，不，3个亿，后面那个零我数到第几位了？3亿。对，3亿，连续12个月，36亿。不是，我都快把公司干黄了，政府给我追加补贴。沈总，您还不知道吧？赵坤今天上午去市政府谈接手项目的事儿，被人事处长当面怼了，说他没资格。为啥？因为赵坤项目的履约率不到30%，投诉率是咱们的5倍。这他妈算什么事儿啊？我要是告诉他们我天天想黄了公司，他们会怎么想？那我下个月还能破产吗？沈总，3个亿补贴到账后，公司至少还能再撑2年。2年？我他妈是不是得在这公司里待到头发白了？恭喜沈总拿下3亿补贴，沈氏不倒，我们不跑。这次又是什么症状？沈总，我们都知道了，市政府给了咱们3个亿补贴，公司有救了。有救个屁！老子就是想让他没救。你们是不是傻？
公司有钱了，你们也拿不着啊，该干嘛干嘛去。沈总，我们不在乎钱，我们在乎的是您。在乎我干啥？我连账都算不明白，项目做亏了还傻乐。你们跟这种人混有啥前途？您虽然算不明白账，但您舍得给兄弟花钱，这就够了。妈的，这帮人是老天派来气我的吧？我说东他们往西，我往西他们往东，我要破产他们非让我活。行了行了，都别煽情了，该上班上班，该干活干活，谁再给我搞这种仪式，扣他工资。沈总，您扣了工资，我就找您蹭饭。滚蛋！我饭钱都赔在项目里了，连棒棒糖都快买不起了。老王，你说我要是真的把公司干黄了，那些员工怎么办？沈总，您怎么突然问这个？我就是随便问问。他们可能会去别的公司，但大概率再也找不到一个愿意给3倍工资、上3休4，还天天想着给他们发钱的老板。那他们不亏了？沈总，这世上比钱值钱的东西多了去了，您知道吗？比如呢？比如那帮人，您一直骂他们傻，说他们有病，但他们没走。老头，我问你个事儿。您说。你要是有一个兄弟一直想干一件特别不靠谱的事儿，所有人都拦他，但他偏要干，你咋办？那就陪他干呗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行了行了，你出去吧，我要自己待会儿。沈总，不管你打算干啥，我都在。系统，你说我要是真的回去了，这公司是不是就没了？丁，宿主您搞反啦！您的 KPI 是败光公司，不是保它哦。我知道，我就随便问问。赵总，3亿5千万今天到期，利息我已经给你免了3天了，再不给就不是打电话这么简单了。再给我3天。赵总，你已经说了5个再给我3天了，这样吧，明天中午之前我要见到钱。沈清言，是你逼我的。赵总，要不咱们申请破产保护？破产？我赵坤在商场上混了20年，最后栽在一个染粉毛的精神小妹手里，你让我破产？城南那栋烂尾楼还空着吧？赵总，您想干什么？叫人把沈清言绑来。沈总，赵坤那边刚让律师送来的，说是想收购咱们城东那2块商业用地的开发权，条件开得很软，价格比市价高了2成。这孙子前几天还在跟我抢项目，抢得脸红脖粗，就差把我从招标会上踹出去了。现在跟我装孙子，他赵婚什么时候学会了跟人商量了？我也觉得不对劲儿，他现金流早就绷不住了，这时候还开高价收购，要么是硬撑，要么是……我跟你讲，赵坤这个人我研究过。沈总，您什么时候研究的？刚接手那会儿，我就让律师把他近3年的路数全捋了一遍。捋出啥了？这个人有个毛病，他从来不吃闷亏。这倒是。他要是输了，肯定要加倍找补回来；他要是赢了，恨不得骑你脸上蹦迪。那他现在？他现在跟我服软，那他一定已经挖好坑了，就等着我往下跳。宿主，根据赵坤近3天的财务流向和人员调动数据，他有87%的概率在未来48小时内对你采取非法手段，与书中原结局高度吻合。未来几个小时内？48小时内。那不就是说这2天，他妈的袁书里也是晚上被堵烂尾楼里的，赵坤那孙子就爱晚上动手，黑灯瞎火好下手。我怂了，系统，我真的怂了。
我陈瑶这辈子我从来没怂过，但这个是死啊，是真死啊！系统，我现在跑来得及吗？管他什么奖励，什么别墅，什么劳斯莱斯，命都没了，要那些有个屁用！跑路触发急死结局，宿主赵坤的人已经在你公司附近蹲守，你一动，他们会立刻找到你，你只能面对。我真的怕，我每天晚上闭上眼睛就梦见水泥往我脸上浇，那种窒息感你知道多真实吗？宿主，正因为你怕，你才不能等。对，不能等，等就是死。我等了这么久，天天怕他什么时候动手，结果他真要动手了。我他妈再等下去跟等死有什么区别？行，赵坤是吧？他要捅我是吧？他以为我陈瑶还是那个坐在办公室里只会花钱的冤大头是吧？老子这回先下手为强。没事儿，抖就抖吧。第一次跟人抢地盘的时候手也抖，照样干，能干第一次就能干第二次。那两个蹲在对面奶茶店门口，黑 T 恤，看见没？看见了。等会儿我往巷子那边走，你假装回公司，9点整报警，定位和录音器在我外套夹层里。沈总，您真的要去？别他妈磨叽，我好不容易壮起来的胆，你走了他们才动手。没事没事，不就是被人绑一次吧，不就20多刀吗？老子当年也挨过打。沈总，有人想见你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你们赵老板请人的方式还挺有街头范儿的，怎么着？怕我在大马路上喊，挑这么个鸟不拉屎的地儿堵我？少废话，走不走？我最近闲得慌，正想找人唠嗑呢。你们赵老板那个项目亏得怎么样了？我听说他高利贷利息都快还不上了，还有心思请我喝茶。你不喊不跑？这巷子连个鬼影都没有，我喊破嗓子你帮我叫外卖。再说了，你们赵老板大半夜费这么大劲找我，我要是不去，他多没面子。我这人最讲义气，不能让人家白忙活。20多刀的事儿迟早要来，早来早完事儿，省得我天天惦记。沈清言，赵老板，你这脸怎么比我还垮？昨天是不是又失眠了？我跟你讲，失眠这事儿我也有经验。睡觉前别看账本，越看越睡不着。你知道我为什么挑这个地方吗？因为没人找得到，车没走大路，监控拍不到。你在我这儿待3天，我让你签什么你签什么，签完了你还能活着出去，就算你命大。哟，赵老板，你这计划做得挺周全啊，那我是不是得谢谢你，没直接让人把我绑电线杆子上？你不用嘴硬，等会儿你就笑不出来了。你把我逼到这份上，就别怪我不讲规矩。那些项目独家资质，银行受限，你今天都得给我吐出来。赵老板，你那手抖得跟筛糠似的，这体力能砍几下？别砍到一半自己先喘不上气，到时候是我躺还是你躺，那可不好说。你以为我是跟你闹着玩的？沈清言，你把我公司搞垮了，把我的人挖光了，把我逼到借高利贷的地，你今天还想站着走出去？别，赵老板，我就是想提醒你一句，你这一刀下去，你这一辈子就进去了。你那些高利贷谁替你还？你老婆、孩子，还是你手底下这俩兄弟？你他妈敢挑拨离间！我挑拨啥了？我就是帮他算算账。你进去了，他跟你混过的事儿全得翻出来，到时候他是算从犯还是算主犯？以前我在街头混的时候，见过太多你这样的了。
老大拎着刀冲在前面，觉得兄弟们都跟着他卖命。可你猜怎么着？等老大进去了，兄弟跑得比兔子还快。到时候第一个说是他干的，跟我没关系的，就是你身后那俩。你他妈少挑拨！我挑拨你了，那你自己说。赵老板要是进去了，你还跟不跟他混？你替他扛不扛？你再想想，高利贷那帮人追上门的时候，你这2个兄弟是替你挡着，还是第一个把你家门牌号报出去？赵老板，你动刀之前先想清楚，你这刀下去，最后受罪的是谁？赵老板，你把我绑这儿，钱就能回来，项目就能复活，高利贷就能不催你，你傻不傻？你少他妈给我耍嘴皮子！赵老板，我跟你说正经的，你放我走，我就当今晚没来过。你那2个烂项目我接手，利息我帮你还一部分。你那几个被裁掉的老员工，我也可以收回来，条件就一个。什么条件？你从哪儿来回哪儿去，别让我再看见你。你爱换城市换城市，爱回老家种地回老家种田，反正别在我跟前晃悠。你当我是3岁小孩？放你走，你转头就报警。报警？我报警对我有啥好处？事儿闹大了，公司股价跟着跌，我亏的比你还多，我图啥？而且，你听听，是不是有人来？赵总，好像真有人。不许动，把刀放下！同志，就这小子手里有刀，还有那2个穿黑衣服的同伙，别让他们跑了。你他妈设计我！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布的局？赵老板，你以为我这1年是在干啥？天天坐办公室吃棒棒糖刷短视频。我接手公司第1天，就让人把你过去3年干过的所有烂事儿捋了一遍。你少他妈给我扯淡！你那些项目亏成那样，你哪有心思盯我？我亏项目不代表我傻，赵老板。你欠了多少高利贷？你从公司账上扒拉了多少？还有你签的那种明一套暗一套合同的证据，我桌上落了这么厚一沓。你胡说！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早弄你？因为我问过了，我要是主动搞你，那叫商业竞争，大家各凭本事，你顶多输点钱。但你要是主动搞我，那叫犯罪，你得进去蹲着，我就等着你憋不住动手。你越急，手越重，破绽越大。你今晚这一刀是真捅下来，我倒疼是疼点，但你这一辈子都别想出来。你挑这地方没监控，以为万无一失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我来之前跟周秘书说了，9点整报警。我外套夹层里还有个定位器和录音器。你个沈清言！我当年混街头的时候，老大教过我一句话。你得比想阴你的人多留个心眼。赵老板，你想害我想了3步，我想你害我想了30步，你说咱俩谁该输？对了，赵老板，等你进去了，我帮你跟债主说说，让他们别往你家门上泼油漆。这波总算过去了，回去得吃顿好的补补。吓死了，吓死了，腿还软呢。沈总，你没事吧？受伤没有？有没有哪儿疼？没事儿没事儿，就裤子蹭脏了，这破地方灰太大了，回去得换条新的。您吓死我了！我9点整就报警了，但是定位信号在城区里绕了好几圈，我急得手机都握出汗了，好不容易才锁定这地方。行了行了，别煽情了，大老爷们儿红什么眼眶？这不没事儿吗？一根头发都没少，赶紧的，录音证据拿出来，别回头又说我们证据链不全。沈清言，你早晚也会栽。栽就栽呗，赵老板，反正我现在不。
沈总，您腿怎么了？还是有点腿软，刚才装的太久了，劲儿一松就不行了。扶我上车，回去赶紧找个火锅店，我得吃点热乎的缓缓。今晚这事儿够我吹3年的了。我操，真破产了！上个月还跟咱们抢项目抢得脸红脖粗呢。我刷到了，赵坤的孙子不光公司黄了，自己还因为涉嫌非法拘禁、预备和商业犯罪被立案了，现在取保候审，听说连房子都抵押了。欠了多少？供应商货款加上高利贷，加起来快4个亿。高利贷那帮人天天堵他家门口，他现在连门都不敢出。活该，让他学咱们沈总搞直播学不来，学人家烧钱也烧不明白，结果把底库都烧没了。我听说他那2个基建项目下个月就断供了，政府要收回重新招标。拿什么工？他连员工工资都欠了3个月了，听说财务部的人最后1个月是哭着走的。那他那俩项目最后归谁？还能归谁？沈总呗。我听王哥说，政府那边已经打招呼了，等赵鹏那边一撤，项目直接转咱们手上。沈总这脑子，我是真服了。他说要搞基建项目，我还以为他疯了呢，结果人家是下了一盘大棋，把赵坤连根拔了。我现在总结出来了，沈总说亏的时候你就闭眼冲，他越说要黄，这事儿越稳。宿主，我需要告诉你一件事。啥事儿？任务完成了，豪车能先让我坐坐不？关于任务完成条件，有一条规则需要向你解释清楚。啥规则？你把话说明白。若宿主刻意放任沈氏集团覆灭，导致上千名员工集体失业，将直接触发原书结局死亡机制。啥意思？你把话说清楚。简单说，如果你的败家行为导致员工大规模失业，引发社会问题，系统判定为恶意经营，将直接触发死亡结局。那我这1年干的事，烧钱、发福利、招网红、收烂商场，全白干了。宿主，你的败家政策确实造成了账面亏损，但每一条政策都附带了对员工、对社会的正向激励，系统判定为良性亏损，所以不触发死亡结局。同时，公司估值持续上涨。所以我想花钱就得想着不能让他们失业，我想破产就得先让这帮人饿死。正确。那我这1年到底在干啥？现在我不干不行，干了也不对，我卡在这中间不上不下的。宿主可以理解为你的退路从一开始就被堵死了。如果你想活，就必须让公司活下去；如果你想让公司死，你自己先死。1000多号人，他们要是没了工作，家里怎么办？房租谁交？饭谁做？那个大哥刚有孩子，我这要是一拍屁股跑路了，他媳妇生孩子拿什么养？我以前的老大跟我说，要是让手底下的人饿着，那就不配当这个老大。我要是真把公司干黄了，这些人上哪儿吃饭去？行吧，豪车，你姐我可能真开不上你了。10个亿也没了，别墅也没了，整条街的商铺也没了。公司这群员工把公司接下来2年的路都给我画好了，我要是这时候撂挑子跑了，他们不得恨我一辈子？想不到我陈瑶还有一天能坐在这儿认真办公。宿主，根据当前公司估值与净资产数据，沈氏集团距离净资产为负还有极大差距，你未能完成破产任务。根据绑定协议，任务失败则触发原书结局死亡机制，但在执行之前，系统有权向宿主提供最后一次选择。啥选择？第一，接受任务失败判定，灵魂回归原书时间线，即刻触发沈清然结局，烂尾楼20余刀，水泥灌注。第二，放弃任务。系统将主动解除绑定，冻结所有任务奖励，你将永久留在这个世界，以沈清言的身份继续生活。那我原来那个世界的身体呢？解除绑定后，你原世界的身体将在24小时内自然停止生命提升，原世界相关人员会收到合法程序的通知。我选第2个。确认。确认。反正我在原世界就是个孤儿，死了也没人管我。系统已解绑，任务终止，奖励清零，脑内通讯永久关闭。
祝你在新世界过得顺心。我琢磨了一宿，想了3件事儿，你们记一下。您说。第一，以后公司但凡赚钱，先把员工的钱留够，该涨工资涨工资，该发福利发福利，别等人提。沈总，您前阵子说公司账上……那是前阵子，现在不一样了。现在我就一个要求，钱可以赚，但不能让干活的人吃亏。第二，以后所有项目先做员工风险评估，只要可能导致大规模裁员的，不接；可能导致降薪的，不接；可能导致拖欠工资的，不接。第三，以后我不挂那个赔钱货的牌子了，也不天天喊倒闭了，我要光明正大当个老板。沈总，您……行了，就这么办，你俩出去干活吧，让我自己待会儿。当老板就当老板吧，反正也回不去了。挺精神。我当年是不是也这样？走路没个正形，恨不得把老子不好惹4个字刻脑门上。沈总，城东那3个新地块的规划审批下来了，政府那边希望咱们下个月就动工。设计部连夜出了3版方案，您看这版，容积率调高了，商业面积多了8000平。财务那边算了算，按这个方案走，3年回本没问题。旁边就是学校，你留那么点绿化，放学的时候孩子们往哪儿跑？堵路上啊？那您的意思是？退一步，把商业面积砍掉一半，全改成绿地，种树铺草坪，放几个秋千，回头让孩子们有个疯跑的地方。沈总，砍掉一半商业面积，那可是几千万的利润。利润，你天天就知道利润。利润能生孩子不？那帮小孩放学没地方玩，在马路边上窜来窜去，万一让车碰了，你赔啊。好，我让设计部重做。这破班好像也没那么难上。